你为什么当律师？三管齐下，治疗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的龙母壮骨颗粒。邀请您收看《女士的法则》。一颗新疆番茄，一碗阳光茄皇。邀请观看《女士的法则》。我的委托人在他原来的工作岗位上打拼了这么多年，你现在让他去做地推，或者是行政策划，是对他以往所有成绩的否定。我不确定他能不能接受。跟他谈谈，都是女人嘛。郑岩的肚子才是好货到要他离职的真正原因，什么渎职啊、工作失误呀，他们给的和解金就比解聘一个孕妇的离职赔偿金高了那么一点儿。所以好货到从一开始就只想着把孕妇从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去剔除，他们现在的这些处理方式就是惯用的解，先找一个罪名扣下去，孕妇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跟他们打官司。所以很容易达成和解。等到了待产期的时候，还可以领到工资。生完了孩子，还要忙着带孩子，所以根本就不能重返职场啊。好货到是标榜狼性的互联网的企业，孕妇的工作时长达不到996，也要支付他们的工资和保险金，这对管理其他员工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呀，他们让孕妇拿和解金走人，企业只需要支付一个边际成本就能够维持原来的劳务产出水平，这才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听起来像卸磨杀驴，而且这个驴不止郑岩一个人，只是郑岩不接受这个条件而已。其实啊，就是个霸王餐案子，往重了说，1000元以下罚款，顶天了行政拘留15天。其实我倒是觉得啊，这类案子比较适合你积累庭外和解的那个经验。庭外和解经验我都积累1年了。师傅，听说飞来鹰，经济类案件不是你擅长的领域。哦，对了，那个一会儿有一个小区有普法宣传，哎，辛苦你再跑一趟啊。除了宣传就是咨询。你说什么呢？啊，我说宣传咨询接近于公益，基本没有任何费用，还需要维系潜在客户，让你这种大力出去肯定不值得，我去最合适。孺子可教。哦，对了，如果有人问起，就说你有案子。宋达律师又要加班跟国外的客户开会啊？唉，怎么说呢，在处理师傅交给我大案子。吃霸王餐的案子也需要加班呀？你怎么知道？哎，不是吃霸王餐怎么了？
吃完饭不付钱也是违反了合同法。再说了，你别看我这案子不大，但是取证过程极为艰难。幸好我刚跟我师傅汇报了一下情况。看来李主任对你的汇报不满意。怎么可能不满意？整个明堂师傅对我最满意。那你干嘛还一脸不高兴呢？既然李主任满意，那就是你不满意了。啊，你跟李主任要大案子被拒绝了？没有啊，我不是，我师傅知道我的优点和闪光点在哪，也知道我的长处在哪。哎，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是所有的案子都需要上法庭的。是，宋大律师说的都对，但是我就是有一点不太明白。你有什么不明白的都可以问我，我会一一为你解答。既然都不想闹上法庭，那要我们诉讼律师干什么呢？多吃点霸王餐。啊，回来了。嗯。小冉，钱的事儿你跟你妈提了没？提了，之前我妈的钱不是拿去投资了吗？她跟我说一时半会儿呢也收不回来，我估计咱们俩还得照之前商量的来。真要换房子啊？我倒是无所谓，只要离洋洋的学校近点就好了。我跟我妈妈说了，想当我爸爸的辩护律师。她也没同意，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嗨，他们俩分居多少年了？要我说呀，不同意，这纯属正常。你觉得这正常？正常啊，他们的脾气性格你又不是不了解，谁愿意放下身段啊？所以啊，这种相处方式，他们早就习惯了。我的意思是说，你别想太多了啊，事情嘛，样样处理，总会过去的。白色月光淡淡洒下，生怕城市灯火把月光都掩盖。雾气点点凝聚在窗外，让人看不清现实的美。时光悄悄逝去难重来的你都在。喂，我要结婚了，你空出时间，妈妈给你买机票啊。我去干嘛？离了我你还结不了婚了？没其他事，我挂了。哎，你就不能祝福我吗？穿透浓雾温柔照耀而来，你的爱穿透缝隙而来，你的爱。你这种人啊，知识渊博，学识宽广，博览群书，但是话中句句带刺，句句扎心。从表面上看啊，就不想与人建立良好的社交关系，看起来孤独自傲，但其实你内心特别伤感吧？爷爷奶奶们千万不要有这种小钱赚大钱的博弈心理啊！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有陷阱。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应该多问问身边的家人或者警察，千万不要大家自己做主。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当然了，在我给大家发的宣传手册上也有我自己个人的名片，名片上有我的电话，我会24小时为大家开接。好，那今天的普法活动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可以早点回家休息了。
喂，许律师啊。工作顺利吗？还算顺利吧。我认为啊，上庭是律师的工作，但是不让当事人走上法庭是我们律师的使命。今天我就很荣幸避免了一大帮老年当事人走上法庭。看来今天收获不小呀。你上次说的很对，我一心不向好。但是今天不一样，我想快乐，但是又快乐不起来。你说怎么办呢？在哪？你这运动够冷门的呀！会打吗？我原来可是中学生运动冠军，1分钟上手。我打球没有规则，只要你能够打到球就行了。巧了，我就喜欢没有规则。准备好了？好了。红了。啊，真的呀？不是说你会打？我大意了。滚来呀，导师！不行不行，我觉得你应该给我点时间试一下，不然我一晚上光点就成秋桐了嘛。世界上没有哪件事情是等着你去准备的。暴风雨来了，就接受挑战。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我刚刚满脑子想的就是迎接挑战了。站那么远干嘛？怕我再打你啊？哦。疼。真疼啊！你说呢？我不都让你打一下了吗？你就不能开心点？你不是说让我对你态度好点吗？我不能靠打你高兴吧？没事儿。打我能开心，那我牺牲也是值得的。对不起啊。胆子挺大呀。我刚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那是随便的。啊，不是，绝对不是随便的，我是故意的。到底是故意的还是随便的？告诉你，犯了错误就要接受惩罚。哦。还要继续吗？已经很晚了，要不要给你叫个车？
我自己来吧。你额头的伤没事吧？没事儿。你怎么也受伤了？我刚刚看到宋律师脸上有那么大一块，跟他那个蠢样简直绝配。师傅，这里是郑岩和薛记酱油的聊天记录，还有郑岩关于薛记酱油所有的营销策划案，还有定期的销售反馈资料。目前他能够提供的只有这些，其他因为涉及到商业机密，暂时无法提供。有了这些，我们就有了筹码。我们走吧。我总结一下，证人，你刚才的意思就是退市是你自己决定的，和原告方无关，对吗？啊，对，就这个意思。证人，你可以退庭了。啊。被告代理人，你有什么意见？我对证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意见。请讲。好货道并不是因为薛军退市而辞退证言的。好货道购物平台有上万个商家，如果每一个商家退市就辞退一个销售副总，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好货道的宗旨就是帮助小商户扩大自己的销售渠道。薛记遇到的问题有很多小商户都遇到过，为什么大家都没有退市，只有薛记退市了呢？他的退市是因为销售经理没有很好的帮助他，导致他无奈退市，这就是原告失职的地方。好货道为了推广薛记，安排了各种引流、招牌、导购宣传。薛记也经过种种努力，最终退市，双方都有巨大的损失。这种损失，应该由证言来承担责任。沈班长，这里有证言关于薛记上市前的营销方案，其中包括分析、实证和预决算的流程，其内容充实度超过了好货道对于营销方案标准的 SOP。我们这里还有一份关于证言还有他的上层领导以及薛记三方之间的微信沟通记录。从微信沟通记录的时间上，我们可以判断，很多时候证言在凌晨还在继续工作。至于手工制作转型难的问题，他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警示，但是好货道上层均未给予明确的处理意见和解决方案，所以我们不认为这是证言的失职。被告代理人，对刚才这份证词有无异议？凌晨工作就算是尽职吗？审判长，我方有一个新证人就在现场，他可以证明证言的真实工作情况。请证人出庭。审判长，这个证人没有在证据清单上，这是证据突袭。我们也不是故意的，这个新证人是刚刚在公司自查的时候发现的。
我们申请延期审理。被告代理人是否同意延期审理？我方同意。基于新证人的出现，我建议对方代理人和当事人好好谈谈。我们有诚意和解，和解协议书我已经准备好了。本案延期审理，开庭时间另行通知。现在休庭。在忙啊？很明显啊。那我给你发消息，你收到了吗？收到了。哦，我是这样想的，我们俩是不是发展的比较快？我们应不应该发展什么？我们的关系啊，就发展的比较快，是不是应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就只是同事关系。那昨天，不要放在心上。不好吧？我们大家都是成年人，不需要说太多的。但我还是想说，我们不需要有任何负担，而且我也不喜欢让大家太关注我的私生活了。孩子的父亲是他吗？我们交往1年多，我怀孕以后，唐瑞不想要这个孩子，他想让我打掉，但是我决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所以我们就分手了。之前还是甜言蜜语的男人，知道自己有孩子以后，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他是你的同事，是我的下级。你之前为什么没告诉我们？郑言，你看我们那么信任你，你也得相信我们呐。这件事情本来我们可以做出提前的应对策略的，但是由于对方的证据突袭，我们现在从主动变成了被动。你也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对不对？我们已经分手了，我不知道他会出来作证的。我想要这个孩子，有没有爸爸不重要，我的积蓄和我的能力可以养活这个孩子。我也不想这个孩子跟谭瑞扯上什么关系，但是我需要这份工作，我也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来，喝喝水。我跟你们无话可说。你没关系啊，我们每天都在这里等你下班。告诉你，像你这种渣男，哎，你说谁渣男呢？我不是渣男，别给我扣帽子。你才不是渣男，你的行为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渣男。我怎么渣男了？公司领导说了，郑妍怀孕是没有办法在公司任职的。那我去出庭作证，我还能升职？不止吧？他们给你什么好处了？没有。他们铁了心要解聘郑妍，一定是找到了继任者。销售行业做生不如做熟，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你为了个人的利益，不顾郑妍，不顾她肚子里的孩子，要为这种没有人性的公司做伪证。你说我做伪证？你们不是律师吗？法律讲究证据吧？我们当然讲证据。在法庭上，薛记已经证明，退出购物平台是他们自愿的，
跟郑岩毫无关系。我警告你啊，做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那我也是没有办法啊。我当时就跟他说把孩子打掉，打掉公司就不会解聘他，非是不听，还自作主张要把孩子给生下来。女孩子怀孕了，就要被离职，你们男的就可以升职加薪，这是什么道理？我告诉你啊，婚姻法对非婚生子女有明确的规定，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孩子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到孩子能够独立生活为止。但是郑岩跟我说过了，这个孩子不需要我抚养。孩子说了吗？这是你们2个人的孩子，你就有义务抚养他。郑岩是无权为这个孩子做这个损益的决定的。没想到唐瑞这么快就服软了。既然对方要用证据突袭，那面对这么厚颜无耻的人，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比他更加的厚颜无耻。而且像他这种不负责任、背叛爱情的男人，就该制止。更没想到你还是个女汉子。打击渣男，人人有责。你觉得唐瑞会另换一份工作？我不知道好货道会怎么做，但是我呢，会让他失去这份工作。马上就到了，前面看到吗？那儿一停就行。一直也没有机会拒绝，要不要到家里去坐坐？不必了吧，我已经下班了，而且我对上司的私生活不感兴趣。那好吧，什么时候感兴趣了，随时欢迎来。谢谢了。陈律师，明天穿得正式一点。有事啊？借你一用。知道我投资谈成了，你这是宰大户啊！大姐，我的资源可都是双手给您奉上的，你至于这么小气吗？进景点算是庆祝我融资成功。不过你可以呀，这几个投资人一个比一个优秀，你倒是没私藏。哎，我要跟你似的，每天接触这么多优质帅哥，我早给自己划了一个，气死孙哲伟！哎，打住啊！我干嘛为一个莫名其妙的人搭上自己啊？我是案子不够多，还是赚钱不够累啊？还要分我一份心思谈那些莫名其妙的恋爱？行，您最洒脱。来，那我就祝你钱多事儿少，尽情享受单身生活。我喜欢。来，谢谢啊。你说咱们2个在这干聊也没什么意思。哎呀，说不定这次换了呢，没什么劲呢。宝贝儿，走，我带你去年轻人的地儿，激发一下青春。你先过去吧，我一会儿过去找你。说定了，我等你啊，一会儿见。麻烦你给我一下身份证。小姐姐，你要去几楼？和你们一样。啊。下次能不能换个酒店啊？我大老远过来，每次都是这儿。哦，那个床巨硬。走呀。
这么巧啊？这么快啊？刚才招呼也不打一个。我这是严格遵守你的命令，绝不透露咱俩关系。很好。是啊，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不要干扰你的生活节奏。怎么样？刚才表现还不错吧？憋了我一路了，都没敢正眼看你。床很硬吧？嗯。看起来宋律师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呢。你说过的嘛，成年人要有自己的生活。所以刚才那位是？嘘，许律师，你这就有点双标了。合着我对你的生活不能打乱节奏，你还得对我的生活了如指掌啊 ？OK， fine， 你的自由嘛。宋律师开心就好了。二舅，我正找你呢。哎，这位是同事啊。二舅，明天我想换个酒店。刚刚我看了下携程直播间，看见了这家，位置好，服务好，还有优惠呢。你看看，挺好的。那我赶紧让我妈给我订上。喂，妈。二舅。那什么外甥女来艺考，托我照顾一下，还要汇报吗？二舅啊，二舅，厉害！请进。稍等啊。你有法律方面的事情要咨询吗？你擅长什么案件啊？这话问的，我擅长什么，你就咨询什么呀？是这样的，我情况比较特殊，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更擅长什么类型的案件？我没有特别主攻的方向，这几年呢都是公益案件居多，大部分都是公众权益、环保问题，民事方面呢处理过一些财产问题。所以你没有太多的经济案件经验是吧？比较少。来，请坐。你是有经济案件要咨询吗？你以前在明堂工作？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事儿。为什么离开明堂？哟，水开了。这样吧，你如果愿意相信大律所的律师啊，可以直接去明堂。你如果相信我呢，那这是我的名片，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啊。关于陈主任2000万的非法收入，都是由海外账户分批分次打进来的。第一笔非法收入是3年前，是陈文光和联创集团签订合作协议不久之后打进来的。这3年里，陆陆续续打进了10几次。可联创集团已经支付了我们的咨询费和代理费，为什么又单独给老陈打钱呢？但这些看起来并不像巧合。以我对老陈的了解，他不是这种人。还有吗？陈主任每年都要去瑞士2、3次。这不是什么疑点。我们律所代理的静海市医药企业跟日内瓦有业务往来，老陈那是去出差。但是他回程的时候，每次都是从卢塞恩转机回国的。我们律所在卢塞恩有业务吗？没有。那这就是疑点所在了。既然律所在卢塞恩没有业务，那为什么陈主任每年去瑞士都要去卢塞恩呢？
再见啊，你慢走。我来。谢谢。啊，没事。本次慈善募款开卖晚会由好货道电商购物平台独家赞助。她叫艾美，是好货道的形象代言人。芋泥坊氨基酸泥浆，它非常人家是大网红，带货主播，全网排前3呢。艾美是好货道的代言人。自由的呼吸，它非常的温和不刺激，所以敏感肌的宝宝们也可以放心使用哦。现在网红或者明星代言人设翻车的例子太多了。现在好货道辞退了怀孕女员工，对艾美也是一种影响。所以呢，好货道的老板入股了一家上市公司，艾美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直接关系到下周一开盘股票的走向。人太多了，等一会儿。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朋友，大家好！由中国女性企业家杂志成立的牡丹会即将迈入第4年。今天，我们将为非洲女性创业基金募款，帮助世界其他角落的女性实现独立的机会。艾美，你本人比直播漂亮多了。我买过你推荐的产品，谢谢你的捧场。哎，你好，我叫许洁，我是一名律师。哎，艾美，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假如你的粉丝知道好货道是一家歧视女性的公司，他们会在女员工怀孕后开除他们，你说你的粉丝知道后会是什么反应啊？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什么情况？莫名其妙。我们一定要给粉丝多抛出一些话题点。你们想想，怎么样能在这一群独立女性心中留下记忆点，证明我们不是来打酱油的？明白了吗？明白。走吧。艾美你好，我叫陈冉，刚才在洗手间里，我的同事有点太激动了，因为他有的时候控制不了他自己的正义感，我代他向您道歉。没关系的，你不用替他道歉。而且我也跟他说了，有什么问题直接联系我的律师就好。艾美，能给我3分钟吗？我只需要您3分钟。这位是我的委托人，他叫郑岩。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到了好货道工作，帮助好货道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全国10强的位置。可是当他知道自己怀孕了，并且要成为单亲妈妈的时候，好货道不但没有帮助她、关怀她，反而因为她怀孕而找了借口要开除她。但她是一个勇敢的妈妈，她为了争取怀孕女性工作的权利，与好货道对抗，她扛住了所有人的质疑。她不要求任何的赔偿，她只想要回自己的工作，还有本来就属于她自己的职业未来，因为她觉得那是她独立的根本，也是她想要追求的生活。现在能帮到她的人只有你了。走吧。聊得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把想说的全都说了。那基本就成了。这种独立女性人设的女主播最吃你这套。我归律所，你呢？我请假了，下午要去签租房合同。
你这伤没事。宋律师，你千万不能放过这个人渣，你刚才给我打的。你的遭遇我非常同情、理解和气愤。如果你男朋友这种情况，我建议你直接分手加报警。可是我在网上查过，民事诉讼案件是可以调解的。你不是专门负责这一块的吗？是可以调解，但是你现在又不报警，又不分手，也不要赔偿，我没办法呀。这样吧，我先带你去看看伤吧。走吧。求你了，你就帮帮我吧。小妹妹，不是我不帮你，主要我去了算什么事儿啊？说句不好听的，到时候让你男朋友误会我怎么办？对吧？不会的，我男朋友很帅的，我看不上你。宋律师，你就帮帮我吧，你是个好人啊。啊，没问题啊，不就帮你教训他一顿吗？小菜一碟，走吧。就是他，他打了我，你帮我好好教育教育他。说你谁呀？啊？救兵是吧？就你还想绿我啊？你好，是许洁女士吗？这里是周家口派出所。你个律师，刚在我这领的人，这才过去几天呢，你自己又来了。孙警官，哎呦，是你啊！巧了啊，今天碰见的还都是熟人。带走吧。谢谢。可以啊，宋律师，拓展新业务了，提供上门挨揍的服务。我那怎么叫挨揍呢？我们那是互殴，好吧？再说了，我要不是今天状态不好，我肯定把他干翻在地。不过你来领我一次，我来领你一次，我们也算两不相欠了。这就是缘分吧？有一句歌词怎么说来着？缘分让我们相遇，乱世意外。那也不应该在派出所。宋律师，你是一名律师，怎么不知道用法律保护自己呢？还跟人动手？那是他先打的我，他边打我还边说我绿了他。你看看，还好，不算太严重。不过你还是挺帅气的。真的假的？Falling into the sunset， 随光走远。所谓时间，也无法让回忆凸显。I search for truth, my friend。Among reason and emotion， 孤单的人慢慢数时针，被谎言咬进几分，没有答案。曾经的羁绊也被光阴打散。It's time to move, my friend. It's time to face the world again. 释怀的夜晚，谁的悲欢 ？Feel like m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Feel like the pain will sudden be the light. Some people lose their faith, but some dreams come true. People come and go, I see the rainbow. Feel like m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Feel like the pain